重磅消息，习近平最亲近、最信任的军中代言人钟绍军居然被彻底清洗，连军籍都没有了。要知道，他可是习近平从浙江一路带到北京的贴身大秘，能坐上军委办公厅主任，那就是习在军中的眼睛和耳朵。可现在，钟绍军不但下台，还没有任何软着陆的安排，直接回家种红薯。这在中共的体制内等于公开下死亡通牒。那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习近平亲手断臂，把核心亲信抛掉，还是张又侠逮到了把柄，一脚踢出了军队？更蹊跷的是，这一切偏偏发生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夜。同一时间，火箭军倒查9年的细节浮出了水面，矛头直指张又侠当年的装备系统。换句话说，习和张的对决已经逼近了临界点。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前主任、国防大学政委钟绍军出局，震动的不只是他个人的仕途，而是整个中央权力核心。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9月11号爆料，在会见新加坡国防部常务秘书陈庆基之后，钟绍军已经被免去了所有的职务，甚至连军役也没有了。钟绍军今年只有57岁，年龄在现役将领中是相当年轻的，按常规至少还有近10年的仕途。然而爆料显示，他不仅退出了现役，甚至也没有在政界给他安排一个一官半职，等于是直接回家种红薯了，已经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换句话说，这一反常的安排在中共体制当中等同于是被清洗了。钟绍军的遭遇让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习近平，因为钟对于习来讲太重要了，可以说钟的失势必然对应着习的权势。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军衔，而是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钟绍军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贴身秘书，也是唯一一个习近平从浙江带去上海，又从上海带进中央的人。在习近平登上大位后，一天兵也没有当过的钟绍军被空降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出任主任一职，成为习在军中的代言人和耳目。据蔡胜坤披露，钟绍军在军中和前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一起负责人事任免，从大校到上将的提拔方案都是由他亲自参与讨论后再呈交给习近平拍板。由于双方的关系，习近平基本上是照单全收，而习近平的政策落实，包括军改、军委主席负责制等重大的方针，钟绍军则是具体的执行人和传话人。因此，在将领们的眼中，得罪钟绍军就等于得罪了习近平。然而，这位习家军的核心人物却在20大后遭到了边缘化，被调离中央军委办公厅，出任国防大学政委，并且最诡异的是，这样的人事调动至今没有得到相关的联系，甚至包括百度百科上钟绍军的简介中，他的职务仍然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的失势很难用反腐来解释，它更像是一次政治清算。那么，到底是习近平自断手臂，亲手抛弃了他呢，还是被张又侠抓住了什么把柄，将他踢出了军队，又一次成功的清军策呢？如果是后者，这就意味着张又侠成功掐断了习近平在军中权力传导的最后一根神经线。钟绍军的出局，让一直暗流涌动的习张矛盾突然有浮出水面的趋势。有关习近平与张又侠之间的裂痕，在舆论场上已经传扬了半年多，但在公开场合，两人始终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张又侠在各种会议中依旧高举拥护习近平的大旗，表态十分到位。而真正引发外界新一轮揣测的，则是在昨天披露出来的一份公告。今年7月，环球时报旗下的观察者网突然针对中共军队采购环节的评标专家和供应商，公布了180条处罚公告。这些公告中有一条案例追溯到了2016年。正因为如此，
媒体与观察人士敏锐地捕捉到，火箭军装备部可能会倒查9年。这个细节耐人寻味，因为早前习近平下令对火箭军贪腐只查到2017年，完美地避开了张又侠在装备系统的任期。但一旦倒查9年，就等于把张又侠2012年到2017年担任总装备部装备发展部负责人的时期也涵盖在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前教授蔡霞认为，习近平与张又侠的关系自中共20大之后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质。他指出，习近平在2023年7月突然团灭火箭军高层，看似是反腐，实际上是对张又侠的威慑。因为中共20大上，习正是靠张又侠的护驾才得以连任，事后却担心其功高震主，于是选择过河拆桥。但问题在于，张又侠并非可以轻易拿下的人物，他既是红二代，又长期把控军中的要害，其人脉与经验远非习近平新提拔的将领可比。因此，习近平想要动张又侠，又担心一旦行动过猛，会导致党内分裂，而张又侠若要反击习近平，也必须顾虑中共这艘大船可能颠覆。于是两人形成了一种恐怖平衡。蔡霞用投鼠忌器来形容这一僵局。他说，习近平是鼠，中共政权是器，若贸然而动，可能导致党内分裂，甚至翻船。例如文革末期动四人帮，需要等到毛泽东去世了以后，否则气毁人亡。如今习近平与张又侠的较量，同样让党内老人忧心。若斗到最后，习近平下台，中共可能也会一夜翻船，而这正是中共元老们不愿看到的。毕竟他们还要靠这艘船来维持他们的权威和财富。不过蔡霞认为，不管怎样，习近平和中共终有一斗，而习近平的结局则会具体落实在他和张又侠的博弈中。这一判断也让外界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大阅兵这样的场合，习和张虽然同处一处，却刻意避免了同框，显示了两人既无法分开决裂，又无法再回到亲密从前的窘境。从这个角度看，钟少军的倒下与火箭军的倒查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这种恐怖平衡下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习近平需要靠不断的清洗来震慑对手，但又不敢真正对张又侠本人下手，而张又侠则利用习派核心人物的腐败把柄，回敬一击，保住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就在外界把目光聚焦在习张恐怖平衡之际，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则把观察重点放在了即将到来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他强调，这次会议的最大看点不在于文件宣誓，而在于人事安排。过去2年，中共军队系统已经经历了罕见的连环震荡，包括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免职，中共军委政务工作部主任苗华，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相继的消失，旗下推荐和提拔的一批将领几乎全部受到牵连，再加上钟少军出局，这些人事震荡让中央军委出现了至少3个空缺。蔡胜坤指出，四中全会很可能会一次性提名3名新军委委员，同时对战区司令、政委进行大规模调整。换句话说，会议之后，中共军中高层的面孔将焕然一新。但是问题在于，谁能坐上这些位置？如果新提拔的人选大多出自习家军，这说明习近平仍能暂时稳住军权，哪怕失去了钟少军，也能补位，维持传导链条。但如果新上任者和张又侠渊源深厚，则意味着张在这一轮的清洗后成功反扑，军委将成为新的力量对比。蔡胜坤强调，这场人事博弈不仅仅关乎个人仕途，而是将直接决定四中全会的政治基调，是习近平继续以反腐名义集中权力，还是张又侠趁机巩固派系，撬动权力平衡。他甚至提醒，如果张又侠真的在军委坐稳，那么全会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反之，若习近平仍能掌控人事权，那么四中全会或许会成为一次习派续命的会议，但恐怖平衡依旧存在，不会因一次人事安排而真正的化解。从清洗到理论，从人事到宣传，两个人的较量已经渗透到军队的每一个角落。问题在于，这样的对峙能维持多久？或许中共的21大才是中共各派最终决出胜负的时间点。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